真传输了，而且一上来就是核心剧情点。反正结局甜宠，过程主动点怎么了？小将军别怕，我这就来帮你。王爷，您可还好？王爷？什么王爷？书中男主是永安侯世子，年纪轻轻便凭军功得受将军衔，可不是什么王爷。原著里只有一个王爷，当今圣上的小师叔，手握重权，后来世职篡位，屠尽皇家37口的疯批反派昭王彦辰。你不是沈昭爷？不是要帮本王解毒吗？怎么停了？等等。王爷，王爷，你没事吧？属下进来了。王爷，发生什么了？小将军别怕。去，把人给我带回来。可是您的伤，快去！是，属下这就去。天杀的诈骗犯！什么100%传输体验，100%传错书体验吧！我要写10万字差评，附上9宫图截图，挂你们直播间。亲亲，亲什么亲？你还有脸出现？到底什么情况？说好的将军掌心宠呢？床上那个疯批王爷怎么回事？亲亲，非常抱歉，情况是这样的，您是我们100%穿书交期体验商品的首位体验用户，我操作的时候没什么经验，手一抖，身份绑定参数输错了一位，不小心让您穿错人了。穿错人了？你意思是我不仅没爬上沈昭野的床，我连女主都不是？是的呢，亲亲。那我现在是谁？您现在身份绑定的是辅国大将军嫡女苏软。你是说我穿成了那个活不过3枪马上就要领盒饭的恶毒女配苏软？是的呢，不愧是原著粉，亲亲记忆力真好。好你个头！所以现在剧情推到哪一步了？我已经对女主下手了吗？根据系统记录，在1个时辰前，苏软刚让人把下了春风渡的糕点送到了女主玉清河的房间。完了完了，按照原著，女主很快就会发现糕点有问题，然后顺藤摸瓜查到苏软，接着就是反杀剧情。我不要穿了，快送我回去，立刻马上，我要申请退货，钱我也不要了。抱歉亲亲，您现实中的身体已于昨天火化，实在是回不去了。穿成这么个倒霉玩意儿，还得罪了全书最疯批的反派，简直地狱开局！我还玩什么？不如直接找根绳子吊死算了。亲亲，你也别太灰心，虽然穿错了，但也有好消息呢。什么好消息？根据原著设定，您目前使用的身体酥软，颜值是全文第1哦，甚至超过了女主玉清河。颜值第1有什么用？能填平她智商倒数第1的坑吗？啊！亲亲别生气，为了表达歉意，也为了您的体验，我们决定为您加赠一项特殊服务，只要您能在当前剧情里以苏软的身份成功苟住，坚持到系统修复完毕，我立马接您出来。那我要是等不到你们系统恢复就嘎了呢？亲亲，信号不好，您说什么？听不清。祝您体验愉快。喂，你别装信号不好，你给我说清楚。抓刺客！喂，完了，抓我来了！当务之急是必须阻止原主苏软作死的计划，赶在事情败露之前把那下了药的高田处理掉。等我呀，女主！王爷，人没找到。属下带人搜遍了王府，最终只在西北角狗洞处发现了这个。倒是会捉，3日之内把人带到本王面前，若是找不到，你也不必回来复命了。属下领命。还有，今日宫宴上，凡经手过本王9斩的宫女太监，有一个算一个，处理干净。头颅收拾好，连夜送到谢太傅府上去，再告诉谢之宁一句，若再有下次，算计到本王头上，本王下手就没这么客气了。属下明白。沈昭野，小将军别怕，你不是沈昭野。那女人是冲着沈昭野去的，认错了人，才阴差阳错爬上了我的床，还是说
他本就是沈昭野的人，有趣。不管你是谁，是误入此局的棋子，还是别有用心安插进来的眼线，我都一定会抓住你，亲手捏死你。开门呀！姑娘，玉清河呢？快带我去找她。姑娘，您的脚不碍事，快带路。这怎么叫没事？姑娘别动，我背您进去。你是梨子，原著里苏阮身边是有个忠心耿耿却智商颇贵的丫鬟来着，好像就叫梨子。姑娘，咱这是找她干什么？哦，我知道了，姑娘是想去确认她中药了没有，对不对？完了，这语气不对。姑娘您就放100个心吧，奴婢办事绝对稳妥。不仅按您吩咐在桂花糕里下了足足的春风度，还把她房里的熏香也换成了加料的，连带桌上的果子奴婢都挨个用细针蘸着药水扎了一遍，保证万无一失。姑娘，奴婢这回做的不错吧？不错，太不错了，不错到我现在就想找根绳子把咱俩拴一块儿，直接吊死在苏府大门上。梨子，奴婢在。你知道咱们现在是什么吗？是聪明主律二人组？不是2具还没凉透的尸体。什么？快赶紧去他的院子。姑娘到了。没动静啊，是不是药效发作了？不能吧，这么快？什么药效？软软这是怎么了？怎的会弄成这般模样？可是出了什么事？这就是女主啊，软软，可是哪里不是？那个，我当晚让人送来的那碟桂花糕，表姐你吃了没有？倒是还未，晚膳时碰巧姨母唤我过去问话，留我到现在才回来。还好还好，正巧线下有些饿了，软软要一起用点宵夜吗？不用。那既然表姐没吃，我能不能把点心拿回去？二姑娘又想干什么呀？一碟点心也值得大晚上跑来要回去。银灯，多嘴。奴婢又没说错，二姑娘一天到晚找您麻烦，但凡是您的她都得抢走，现在连盘点心都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这么跟我们姑娘说话，反了天了你！我们姑娘是苏府正正经经的嫡出姑娘，这府里哪样不是我们姑娘的？别说一碟点心，就是姑娘现在要这栽云阁，你们也得立刻给我搬出去。完了，活脱脱反派恶奴本图。够了，银灯，软软勿怪，是我对丫头管教不严，冲撞了你，我代她向你赔个不是。这糟糕的人设一时半会儿是扭不过来了，罢了，先把要命的东西拿到手再说。表姐知道就好，这苏家什么不是我的，我想要什么自然就能拿什么。去，把桂花糕还有桌上摆的果子，连那熏折炉子都给我搬出来，我今儿个不高兴，一样好东西也不给她留。姑娘，那点心，快去，别废话。哦，还好，罪证总算拿到手了。今天就先拿这些，下次再惹我不高兴，我连这房子都给你烧了。梨子，我们走。二姑娘她也太欺人太甚了，抢东西还这么理直气壮。让人送来的那碟桂花糕，表姐你吃了没有？看来我这个表妹倒也没有坏到那般无可修道的地步。姑娘，快醒醒，该起了。梨子，让我再睡会儿就一会儿。不行啊，姑娘，得赶紧去给夫人请安了，错过了时辰可是要挨罚的。所以是每天都得去吗？当然，晨昏定喜，一刻都不能晚的。救命！穿成恶毒女配已经够惨了，居然还有早起打卡这种酷刑。原文里对苏母邱婉柔的描写不多，只说她性子温和，此刻亲眼见到，才发现这位母亲和原主这副娇艳的皮囊竟无半分相似处，反倒玉清和她有几分神韵相连。又跑去哪里胡闹了，弄成这副样子？
你父亲奉旨巡边在家中，你就不能安生些，让我省点心吗？原主苏冉竟这般怕自己的母亲。过来吧，过2日见是花神节，穆国公夫人做东，邀请京中好些贵女去城外的庄子上踏青赏花。正巧给你们新做的衣裳和头面都送来了，你和清河一起挑挑。苏府不愧是辅国大将军府，对女儿家的穿戴还真舍得下本钱。软软先挑吧，这颜色和绣样更衬清河的气质。清河，你试试这件。姨母，还是让软软先选吧。无妨，她小孩子家穿什么鲜亮颜色都好。原书里苏冉处处和玉清河作对，难道仅仅是为了只见过一面的沈昭野？或许更是因为在这日复一日的区别对待里积攒下的不甘和嫉恨吧。就这条吧。软软，你若是真喜欢那件衣裙，我晚些让银灯给你送过去。不用，母亲说的没错，那衣裙颜色和头面艳势本就更适合你。软软似乎与从前有些不一样了。来了，女主的敏锐直觉。怎么不一样了？少给我阴阳怪气的！我只是有些好奇，我记得你衣橱里大多都是月白、浅碧这些颜色，样式也多是清雅一路。方才在姨母那儿，怎的偏偏挑了最鲜亮的海棠红？你从前不是最不喜这些鲜亮招摇的颜色吗？怎么忽然转了性子？试探，赤裸裸的试探。若是发现这具瓤子里换了心儿，他绝不会心慈手软。以前是学你啊，学你穿衣服，学你说话，学你走路的样子，以为学得像了，母亲就能多看我一眼。可现在我发现，学得再像也没用，母亲眼里好的永远是你。我穿什么戴什么，在她看来大概都是不合时宜的。既如此，我又何必再委屈自己？索性怎么高兴怎么来，懒得争了。只是这样吗？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女主心思缜密，果然不好糊弄。不然呢？怎么，我大发好心让让你，你还不乐意了？非要我跟你抢是吧？行啊，那都给我。裙子、头面，连你身上这件衣裳，我现在看着也喜欢。给我脱下来，二姑娘。玉清河，我告诉你，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互不招惹，大家都清静。姑娘，您刚才干嘛不抢啊？奴婢都准备好上手了，那套浅蓝色襦裙多好看啊！夫人也太偏心了，什么好的都紧着表姑娘，凭什么呀？抢什么抢？以后看到运清河就躲，没事别往他跟前凑，更不许主动招惹，听见没？为什么呀，姑娘？咱们以前不是……以前是以前，你老实听我的就行。奴婢知道了。女主玉清河看似温柔似水，与世无争，实则心思玲珑，长袖善舞。跟他作对，只有死路一条，还是当个透明人吧。苟到那个系统被修好，离开这个鬼地方。至于那位被我开了瓢的反派，不想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吧。王爷，属下查到了，此簪是辅国大将军夫人邱氏专门为其侄女玉清河定做的吉逼之礼。玉清河是。此女双亲早年间外放夫人途中，不幸遭遇流寇，全家罹难，只活下她一个。自10岁起，便被接入将军府中抚养。苏夫人对其视如己出，疼爱非常。哦，这倒有趣。还有一事，明日花超节，穆国公夫人在城外别庄设宴，广邀京中贵女踏青赏花。苏府女伴，包括那位玉姑娘，也在受邀之列，届时应当会前往。花朝节，赏瓜，倒是热闹。明日本王也去凑个趣儿。是，属下这就去安排。玉清河那么纤细、那么美的一段景，应该是轻轻一折就断了吧？婉柔，可算把你盼来了。温姐姐，劳你久候了。你我之间还说这些客套话，清河丫头越发标致了。这通身的气度，真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瞧着就让人喜欢。秦夫人过誉了。哟，有些日子不见软软，竟出力的这般水灵了，让我险些没认出来。瞧瞧这小模样，鲜亮的跟枝头最嫩的海棠花似的，真惹人爱呀！快别夸她了，这丫头本就不知天高地厚，这下尾巴更要翘到天上去了。
要我说，还是清河这样清雅端庄的打扮更好。姑娘家贵在气质沉静。婉柔，你也别太偏心了。清河自是好的，可咱们软软这模样性情难道就差了？我瞧着就很好，明媚鲜活的小姑娘多招人疼啊！软软，你娘不稀罕你这个女儿，秦姨稀罕，赶明儿就跟秦姨回家去，怎么样？那正好，秦姐姐今儿就把她领回去，也省得整日里让我看着心烦。真要领回去也不是今天，要领也得挑个好日子，风风光光的把软软接走是呢。好了，站门口像什么话？快进去吧，好些夫人都到了，正念叨你呢。清和娴雅之礼，软软模样也出挑。你们年轻人不必在这儿陪我老婆子拘着，园子里景子正好，自去逛逛吧。去吧，仔细些，莫要冲撞了旁人。也好，就在这儿等开席吧。静默姐姐今日这身衣裳真好看，料子是云锦阁新到的霞光紫吧？今日花绸诗会有静默姐姐在，头悬定然是姐姐的囊中之物了。哟，我当是谁？原是苏家那位才名远播的二姑娘啊！苏二姑娘今日这打扮，怎么不学你那位好表姐装淑女了？哎，别走啊！苏二姑娘瞧见我们就要走，莫非是我们扰了你的雅兴？这位姐姐说笑了，我只是坐久了想活动活动。谁是你姐姐？我可担不起。那边那个装模作样、惯会沽名钓誉的才是你姐姐吧？我们京墨可是京城第一才女，跟你这种草包可攀不上亲戚。京墨，史大夫乔元之女，原是京城才名最盛的贵女，心高气傲。因玉清河进京后屡在试验上压她一头，便心生怨怼。这是在玉清河那边受了气，来找自己这个草袍表妹出气呢。你两眼珠子转来转去的，想什么呢？莫不是在心里骂我们？我在想，乔姑娘若是觉得谁压了你的风头，让你不痛快了，自该找正主说道去。拦着我这个草包做什么？谁告诉你说我比不过她？那行，祝乔姑娘马到成功。站住！我让你走了吗？今天不拿出点东西，这群才女是不会罢休了。乔姑娘和几位姐姐，看来今日是非要与我表姐一较高下了。是又如何？倒是不如何，只是我表姐这会儿人不在这儿，你们堵着我也没用啊。不如这样，桃李出深井，花艳经上春。这是我表姐昨日随笔新作的一句。乔姑娘既然志在诗会头魁，不若先胜过这一句，再谈找我表姐切磋不迟。跟千管第一的诗田李白比去吧。那诗是你写的？眉眼明丽，英姿飒爽，应该是镇北王独女。见过玉科郡主。你怎么知道我是谁？我回京不过3日，连宫宴都只露了一面。你这小丫头眼力倒尖。郡主说笑了，我也是猜的。郡主这通身英姿飒爽、将门虎女的气度，跟京城里那些走一步喘3喘的娇小姐可不一样，一眼就瞧出来了。嘴还挺甜。那桃李出深井，花艳经上春呢？怎么来的？做梦梦见的？刚才凉亭里那点动静，全被这位郡主偷偷听去了。那真是我表姐玉清河昨儿刚做的，我就是临时用用，吓唬吓唬人。玉清河，你这话可不老实。他的诗确实是有文华，也很有灵气，但格局嘛，终究脱不快内宅庭院那点愁绪。经上春这3个字，他写不出来。是你做的，对不对？郡主，您可能不清楚我的名声。我可是全京城都闻名的，琴棋书画样样稀松，诗词歌赋更是狗屁不通。你倒是把自己骂得挺顺口。快些快些，听说沈小将军也来了，正在东边马球场上呢。真的吗？千真万确。沈小将军，不行，不能去，我还要苟到大结局呢。想看就去看啊，那沈昭也又不是吃人的老虎。算了算了，也没什么好看的，一群人在那儿骑马打球，尘土飞翔的，没意思。哦，可我听说某位苏二姑娘从前为了偶遇沈小将军，能在人家必经之路上蹲守大半个时辰，风雨无阻呢。那是以前年少无知，我早就没那个心思了。可我好奇得很，都说沈昭也用兵如神，最善骑射，
我一直想亲眼瞧瞧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走，你陪我去看看。那就是沈昭野。控马稳，出杆狠，预猜也准，身手确实不错。边关狼善骑射者众，但马球打得这般漂亮，属实不多见。那当然了，帅，太帅了，不愧是我心心念念的男主。要命，怎么又想起那个疯批？王爷，那位便是玉清河。确实是那只青玉莲花簪该配的主人，可惜不是他。王爷，可要属下将玉姑娘请过来问话？自己去领20鞭，然后滚回暗营，重新学学什么叫查清楚。属下领罚。就是他。魏峰，那边那个是谁？回王爷，那是辅国大将军府的2小姐苏软，是玉清河的表妹。苏软，腰肢是挺软的。找到你了。苏二姑娘，苏夫人正四处寻您呢，让我引您过去一趟，说是有事吩咐。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母亲找我？苏二姑娘，知道了。郡主，我母亲唤我，得先走了。晚些开席了，我再去寻你。好。才看了那么一会儿，就被叫走了。还没到吗？姑娘别急，苏夫人就在前面凉亭里歇脚呢，转过这条路就到了。前面，母亲怎么可能在这种僻静无人的地方等我？不对劲，这太不对劲了！跑，现在就跑！这味道，烟尘。抓住你了！王爷，我知道错了，您饶了我吧。本王还以为苏二姑娘会先装作不认识，虚与委蛇一番。既然这位大反派已经直接找上门，那就是什么情况都确认了，装不认识，找死吧！王爷明察秋毫，我这点微末道行，想瞒也瞒不过您啊。倒是识趣，现在知道怕了。爬我床的时候怎么不知道怕？拿花瓶砸我的时候怎么不知道怂？说，你到底是谁的人？沈昭野的，还是你那好父亲苏晴的？那晚究竟有什么目的？嘘，敢出声，现在就拧断你的脖子！听说东边马球场可热闹了，沈小将军又进了好几个球，可不是吗？主看台那边的小姐们一个个都不矜持，嗓子都快喊哑了。现在我问你答，一句假话要你的命。那夜为何会出现在本王榻上？实话，说自己拍了个穿书体验套餐，结果客服手懂发错货，不小心爬床爬到了反派窝。说出来他会信吗？说自己受人指使，那更糟。以这位的手段，到时候发现假的，只会死得更惨。横竖都是死，不如赌一把。王爷，我说，我对王爷一见倾心，哪也本是去找王爷表明心意的。哦。可谁知王爷竟遭人暗算，身中虎狼之药。我本想立刻换人，可王爷您力气那么大，我实在挣脱不开。我虽心意王爷，却也知女子贞洁重于泰山，更不愿趁王爷之威行那苟且之事，白白玷污王爷清明。所以我才会很轻地砸了王爷一下，真的只是轻轻一下，这才没让事情最终闹到不可挽回的地步。这动作也太吓人了！你果然心悦本王。那你趴在本王身上叫沈昭野的名字又是怎么回事？大哥，您记性要不要这么好？那时候您不是神志不清吗？那都是误会。
在那夜之前，我从未有幸得见王爷，更没见过沈小将军。阴差阳错下，误以为王爷就是沈小将军来着。可不管我嘴里喊的是谁，我心里想着的一直是王爷您啊。要说有错，也只是我自己蠢笨，没能第一时间认出王爷的身份而已。果真吗？千真万确，若有半句虚言，就让我天打五雷轰！老天爷，您可别当真啊！王爷这样英明神武、气宇轩昂的大人物，应该不会真忍心对一个真心心悦您的小女子动手吧？小猫，真想狠狠欺负他。要不趁其不备跟他拼了，反正砸过一次也不差这第二回。好啊，那你亲我，让我看看你究竟有多心悦我。他是真动了心思，还是单纯在戏弄我？怎么不敢？屁我是没亲过，亲一头换条命，这买卖怎么算都值。这女人，王爷现在可信了？他没反应，难道是诚意还不够？王爷，我先告退了，王爷保重。有意思。王爷，可要属下将他带回？急什么？他既不愿说实话，本王便偏要看看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才刚刚开始。吓死了！不愧是疯批反派，果然阴晴难测，绝不能待了。首先，苏母看我哪都不顺眼，偏心偏到旮旯窝。往后要是真出事，指望不上她能为了那点母女情分来救我。女主玉清河那边更是雷区，自己保不准就成炮灰了。至于燕尘，方才那通胡诌的一见倾心，也不知他能信几分，说不定下一刻回过神来，便要新旧账一并清算。所以我必须得跑，今晚就跑。我的风筝，别哭别哭，不过是个风筝，姐姐再找人给你做个更漂亮的，好不好？不要，我娘前些日子生病没了，这风筝是她病着的时候熬了好几夜给我做的，我只想要这一个。这样啊，姐姐帮你拿下来好不好？真的吗？树很高，试试看嘛。姐姐小心，没事儿。拿到了，我的蝴蝶，舅舅，沈昭野，他怎么来了？不对，这小丫头叫他舅舅，完了，赶紧下去，离这位男主远远的啊！小心！这沈昭野，不愧是男主，帅，太帅了，这脸这身材这怀抱。这池塘边的风似乎有些脏。姐姐，你没事吧？苏二姑娘，他认得我？不对，他当然认得我。全京城谁不知道原主痴恋沈小将军？那燕尘会不会也听说过这些？那我方刚才编的瞎话岂不是全露馅了？燕尘那个疯子，向来不近女色，也从不过问后宅之事。这种闺女圈里的小打小闹，他应该没工夫关注吧？苏二姑娘，没事，我没事。喏，你的蝴蝶拿好。谢谢姐姐。下次放风筝找个空旷的地方，别再往树底下跑了，知道吗？乖。你的手，姑娘擦伤了，前面不远就是府医的客院，我带姑娘过去处理一下吧。不用，就蹭破点皮，不碍事的。可是真的不用，沈小将军放心，我没那么娇气，回去自己上点药就行。宴会快开始了，我先走了。舅舅，漂亮姐姐是不是不喜欢你呀？怎么跑那么快？她从前只要一见到我，便拼命往前凑，可看我的眼神似乎与以往不太一样。还知道回来，这般重要的场合姗姗来迟，成何体统？让满堂宾客等你一人吗？女儿方才在园中赏景，一时迷了路，并非有意迟来。迷路？这庄子能有多大？身边也不带着人，莽莽撞撞，半点规矩没有。先坐下吧，安分些。
今日花川群芳荟萃，光是赏花品茶未免单调了些。不若老身做东弄些诗文助兴，也算不辜负这满园春色。此乃青玉鹤，是南边来的稀罕物。今日便以此兰为题，请诸位姑娘即兴赋诗，限时一炷香。届时请几位德高望重的夫人品评，择出3甲。至于彩头嘛，这增杨汝玉便作为彩头，赠与今日花朝宴的诗魁。我对诗会半点兴趣也无，只求这场宴会赶紧结束，好早点回去收拾东西跑路。沈昭也看我了，还对我点头了，何意味？素勒凝寒露，轻姿傲小霜。玉姑娘这几句托物言志，风骨清奇，果真是好诗啊！经墨也用心了。阮妹妹，香都快燃尽了，你怎还未动笔？可是胸有成竹，要压轴出场。经墨姐姐，快别为难苏二姑娘了。谁不知道咱们苏二姑娘只爱脂粉钗环，不许诗书笔墨。乔姑娘，诗会本是怡情雅士，讲求有感而发。软软她，玉姑娘这是护短呢。谁不知道玉姑娘你人品贵重，学问更是顶顶好的。自己学问做得这般出色，怎么平日也不知道教自家表妹？难道是怕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抢了你的风头不成？我这恶毒女配的体质真是走哪儿都躲不过被当靶子的命。赵王殿下到！他怎么来了？看不见我，看不见我！都起来吧，本王今日得闲，过来凑个热闹。诸位且乐自己的，不必拘谨。方才是在品诗，倒是本王来得巧。正是呢，姑娘们若有幸得王爷评点1、2，魁首一名，方不失端妥。既如此，本王也不好白白做着考官，便凑趣儿添个彩头吧。诗都写完了。回王爷，一炷香时间将至，诸位姐妹的诗稿大多已呈上，唯有苏二姑娘尚未动笔呢。哦，哪位是苏二姑娘？王爷，臣女在这儿。既然大家都写了，苏二姑娘便也动笔吧，莫要扫了大家的兴。看样子今天是怎么着都得动笔了。算了，草包就草包吧，反正我今晚就要跑路，万万不能出风头。拿来。完了完了，他会不会当场翻脸？会不会直接把我拖出去砍了？毕业凝霜刃，孤芳出玉旗。不求蜂蝶故，自有鹤心知。香冷侵尸骨，影清浊墨池。这首诗是哪儿来的？他是对着我那张废话纸念了一首他自己做的诗，他在帮我。不，这分明是把我架在火上烤。老身原以为玉姑娘的诗已是爬尖，没想到苏二姑娘更是深藏不露。此诗当为今日之魁首。原主什么德行，全京城谁不知道？不出1个时辰，苏家二姑娘花朝诗会夺魁的消息就会传遍京城。再想悄无声息跑路，难如登天。我真恨不得扑上去把她活撕了，可我没那个实力，更没那个胆量。苏二姑娘还真是深藏不露，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倒把咱们都给骗过去。没想到竟有这般惊世诗才，实在令人佩服。王爷，臣女素来仰慕才学之士，今日见苏二姑娘诗才如此雕得，实在心痒难耐，想当面讨教1、2，可否请王爷随意再出一题，让我与她再比试一轮？乔姑娘说笑了，软软她不过是一时侥幸，哪能真跟乔姑娘这样的才女相比？我看这比试就不必了吧。听起来倒是有趣，不过既然要比，光比试未免单调，不如压主如何？赌一赌，究竟谁能赢？王爷这主意妙极，来人，快设筑桌。是吗？诸位请吧。苏二姑娘，看来大家都很期待你的表现呢。你可千万要比就比，话那么多干什么？你只管好好比，输了赢了不重要。谁要敢在你背后胡言乱语的嚼舌根子，我亲自帮你撕了他的嘴。郡主，你这话……去吧，我也信漂亮姐姐会赢。姑娘尽力一试即可。完蛋了，沈昭言大庭广众来这么一出，不仅玉清河那边说不清，燕尘那里……
沈小将军用兵如神，想必看人也是独具慧眼。既如此，本王也跟押一回。苏二姑娘，可莫要辜负本王与沈小将军的期待啊！这是赤裸裸的威胁，我要是写不出来，让燕尘丢了脸面，绝对活不过今晚。请王爷出题吧。那便以这落花为题吧。还请王爷品评。来，让老身先睹为快。红雨辞高树，香魂归地清。蝶风空绕影，车马不留情。乔姑娘才思敏捷，这么快便成诗，且意境哀婉，颇得落花神会。是啊，短短时间竟能写成这样，不愧京城第一才女之名。苏二姑娘，若你实在为难，直接认输也无妨，大家不会笑话你的。行，这么想比试吧，反正非写不可了，也没必要遮遮掩掩，不如直接装波大的。红藕香残玉定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怎么可能？抱歉啊，李大才女，实在是乔金墨欺人太甚，我这才斗胆借用您的大作教训教训他。乔姑娘，你觉得如何？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苏二姑娘不愧为魁首。此番比试胜负已分，苏二姑娘是今日花朝宴上当之无愧的魁首。怎么会这样？实在承让了，京城第一才女。你，金墨，快扶乔姑娘去厢房歇息，请府医来看看。让你嚣张，气死你活该！真是好有趣一只小狐狸，从前怎么倒没发现？哼，这也叫不认识吗？今日还真是不虚此行，看了几首好诗，也看了一场好热闹。本王乏了，先走一步，诸位尽兴。苏夫人，请留步。夫人让老奴追出来，亲手将这个赠与苏二姑娘。这对金钗是老夫人当年的陪嫁之物，今日瞧着苏二姑鲜亮明媚，与这簪子正相配，全当一点心意，贺姑娘夺魁。既是国公人厚爱，你便收下吧，好生谢过夫人就是。多谢国公夫人赏赐，劳烦嬷嬷代为转达软软的谢意。苏二姑娘客气了，夫人还说以后多来府上坐坐，陪她说说话。上车，回府。你也累了，先回去休息吧。你跟我来。姑娘，夫人怎么瞧着不高兴啊？您今儿不是给府里长脸了吗？没事，你先回花朝阁去，把我那双软底鞋找出来，脚疼。可是，去吧。跪下。今日那2首诗，当真是你所写？我，别想着编话来糊弄我。你是我肚子里出来的，你几斤几两我能不清楚？从小你念书就不成器，先生教的字都认不全，更别说那些诗词歌赋的规律用典。你告诉我，你拿什么作诗？不吭声，心虚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今天打的什么主意，又是打扮的花枝招展，又是当众作诗出风头，不就为了压清河一头？我没有。你没有？从小到大你就爱跟清河争，他得件新衣裳你要，他得支新簪子你也争，就连他读书识字你也吵着要请先生，结果呢？先生请来了，你3天打鱼2天晒网，最后连字都写不利索。从前你年纪小，那些钗环玩物，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当你孩子心性。可我万万没想到，你现在变本加厉，为了争这一口气，为了出这个风头，你连当众撒谎作弊都做得出来。你知不知道，今日若是被人当场揭穿，丢的不是你苏软的人，而是整个辅国大将军府的脸面。你父亲在朝为官，最重清誉，你这是在拿苏家的名声当儿戏。母亲，今日之事并非我主动挑衅，是乔金墨欺人太甚，他针对表姐，却拿我这个草包开刀，当众羞辱。难道我就该任由他欺负，缩着脖子不吭声，那才叫不丢将军府的脸吗？你还敢顶嘴？乔金墨如何，那是他没教养，可你呢？你用了什么手段？
靠作弊赢来的风光，很光彩吗？你知不知道今天这诗会对清河有多重要？你知不知道你这一搅和？罢了，你现在就给我滚去祠堂跪着反省，什么时候知道错了再出来。重要？这场诗会对玉清河很重要？难道没记错的话，这场花朝宴在书中也发生过，只是那时原主苏软被玉清河设计反杀，苏府因丧事错过了宴会，没了玉清河在诗会上挡路，乔金墨顺利拿下魁首。后来没多久，穆国公府便下聘乔家替小世子穆怀生求娶乔金墨，所以今日这花朝诗会是穆国公夫人借着由头给正式婚龄的孙儿物色良媒举办的。母亲早看透这层意思，今日才存心向玉清河崭露头角，博得穆国公夫人的青睐。难怪母亲这么生气，原来是气我挡了玉清河的好姻缘。苏软，我知道有些话你憋了太久，想说却永远没机会说了。如今我继承了你，便理应替你把这些话都说出来。母亲说了这么多，女儿却只有一个问题想问。母亲今日这般生气，到底是气我写诗作弊丢了苏府的脸，还是气我抢了表姐的风头，怕我耽误了她的好姻缘？你这是在怨我？难道不该怨吗？母亲口口声声怪我处处与表姐争抢，可若母亲不偏心，表姐有的我样样都有，我又何须去争去抢？母亲嫌我不学无术，是个草包，可若母亲有将对表姐的一半心思用在我身上，我至于被人嘲笑这么多年吗？母亲，我有时候真想不明白，到底我和表姐谁才是您的亲生女儿？放肆！谁教你这么跟我说话的？你这么忤逆不孝的样子，是跟谁学的？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我知道，母亲一直觉得我碍眼，心里巴不得没有我这个女儿。您放心，很快您就能如愿了。站住！反了，真是反了！走，今晚必须走。像只被踩了尾巴却不敢伸爪子的猫，只能在心里偷偷把本王骂个千百遍。怂得要死，胆子倒是飞得溜溜。王爷，今日花朝宴上的对赌，您怎知道苏二姑娘是故意藏输，一定能胜过乔姑娘？若苏二姑娘真比输了，该如何收场？您一早便拿出王府司令来压住，是否太过冒险了？输？本王想让他赢，他就不会输。属下多嘴了。吩咐你的事办得如何了？回王爷，一切都已按您的吩咐准备妥当。王爷，果然来了。王爷小心！好凌厉的暗器，谁派你们来的？也罢，本王便陪你们动动筋骨。王爷小心！王爷快躲开！王爷！不行了，梨子，我真游不动了，让我歇会儿就一会儿。不行啊，姑娘，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咱俩不见了，肯定会追上来，到时候再把咱们抓回去，可就真得被卖进窑子里了。我说梨子，我让你找个靠谱的船，你怎么找上艘人贩子船啊？那船家说他们正好要运货去南边，看我们两个姑娘家不容易，可以免费捎我们一程。我想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省下的钱我可以给姑娘买好多好多桂花糕。谁知道他们居然安的是这种黑心肝，想把我们卖了换钱。苏然在这很久了，2个球，模样标致的很，尤其是那个穿粉衣裳的，
老子跑船这么多年都没见过这么勾人的，卖给扬州醉春楼的刘妈妈，至少这个数。梨子，醒醒，这船有问题，他们要把咱们卖去青楼，咱们得赶紧逃。梨子，有便宜不占王八蛋，这话是没错，但还有一句话更没错，那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这辛辛苦苦省下的船钱，差点把咱俩都折进去变成桂花糕了。姑娘，我真知道错了。行了，赶紧游吧，先扑腾上岸再说。我宁愿被抓回去关祠堂，也不想进青楼当花娘。啊！好，咱们快游！姑娘，咱们活下来了。得赶紧找个背风的地方，把湿衣服拧拧，别冻死在这荒郊野岭。梨子，你发什么疯？死人！姑娘，那儿有一个死人。怕什么？说不定只是晕过去了呢。我去看看。姑娘别去，万一是水鬼呢？我娘说淹死的人会大半夜飘到岸边找替身的。让你娘少看点话北子。这身形怎么这么眼熟？是燕晨？怎么会是他？他不是应该在昭王府里算计皇侄，谋划篡位大业吗？怎么会出现在这荒郊野外的江边，还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姑娘是不是死了？不知道，我看看。还没死？没死，但看样子离死也不远了。救还是不救？救什么救？我自己都刚从人贩子手里逃出来，自身难保，哪还有余力去救人？我们走。可是，姑娘，那郎君好像伤得很重，咱们就把他一个人扔在这儿。别废话，我们自身都难保，哪有功夫救人？难道你想被抓回去卖进青楼吗？那咱们得跑快点。燕晨，你可别怪我啊！你可是书里最大的反派，心狠手辣，杀人如猫。我不救你，说不定还是为民除害。反正按照原著，你最后也是要被沈昭也做成人参的，早死晚死都是死。可是他还没死啊！烦死了！怎么了？快走啊！姑娘，愣着干什么？江路依，你真是白莲花，活该你穿这个炮灰在这受苦受难，你会后悔的。哎，姑娘，你干嘛去？梨子，快搭把手！啊，不是不救吗？少废话，快点来帮忙，不然他待会儿真死在这儿，变成水鬼，第一个找你。来了！姑娘，她能活吗？得先看看伤成什么样了。姑娘，你要干什么呀？这郎君生的是顶顶不错，可趁人之危扒人衣服也不好吧？多羞人啊！况且人家都已经伤成这样了。梨子，你也少看点话集子吧，你脑子里都装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是要给他检查伤病，他胸口有伤，我得看看伤成什么样了，不扒开衣服怎么看？隔着衣裳望闻问诊吗？原来是这样啊，奴婢还以为您想那个啥人家呢。这伤离心脏太近了，又流了这么多血，还在冷水里泡了不知多久。这郎君伤的也太重了，怎么办啊？会不会死啊？梨子，我们出来的时候包袱里带了针线吗？针线带是带了，但现在要补衣服吗？伤药呢？有没有带金疮药之类的？这倒是没，咱们跑得急，哪想得到带那个啊？等等，这个。走之前，张嬷嬷不是夫人替送了瓶白玉库须膏过来吗？我当时顺手就给塞包里了。姑娘，这个行吗？勉强吧，死马当成活马医，用上去再说。姑娘，这药治伤我知道，可这针线干什么用啊？缝伤口。缝伤口？用针线缝人？不然呢？这伤口这么深，要是不赶紧把伤口缝上，光流血就能把他流死。梨子，帮我按住他，别让他乱动。再拖下去，这人真没气了。别吐，千万别吐，手不能停，停了他就真完了。
姑娘，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我记得你以前胆子比我还小呢，看见血就晕，怎么现在坏了？光想着救人，忘了原主是个娇生惯养的草包家大小姐了。这不是没法子吗？难不成还能指望你？你连看都不敢看一眼。那倒也是，奴婢确实指望不上。果然烧起来了，这样下去不行，还是得尽快找正经大夫来看看。姑娘，奴婢力气大，现在就背她去大夫。不行，你看她这样子，明显是被人追杀，才会受这么重的剑伤，掉进江里。城里的医馆多半早被盯上了，就等着她自投罗网。那怎么办？等衣裳烤干了，你拿着这银子跑一趟城里的医务，把大夫请过来。记住，别说具体伤情，更别提伤者模样，就说家里有人病了，行动不便，多添些银子也无妨。务必把人请来。那奴婢快去快回。梨子啊梨子，你这回可要争点气啊，别再整出什么幺蛾子了。冷。这样好点吗？额头烫得吓人，手脚却凉得跟冰要捞出来似的。不会没等梨子回来就撑不住了吧？燕晨，你可要撑住啊！听见没有？我好不容易把你从江里捞出来，又给你缝了伤口，你要是就这么死了，我岂不是白忙活一场？再说了，你可是全书最大的反派，你还没篡位呢，还没跟沈昭野终极 PK 呢，还没被做成人日呢，剧情线还没走完，你可要争点气，不能提前下线啊！别过来！别杀我母妃！母妃，原著里对燕晨的背景着握不多，只提过她生母早逝，似乎死得不太光彩。听着梦中异话，倒似有什么隐情。别怕，做梦而已，都不是真的。晨儿别怕，母娘来救你了。母娘，晨儿，不，你写的。我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不是，放开我！他是入了梦魇，神志不清，把我当成梦里的仇敌了。这可不能怪我啊，是你先动手的，我这顶多算正当防卫。他怎么会在这里？是他缝的。你摸我脸干什么？哎呦，疼疼疼！你干嘛突然松手？我还……这是哪儿？你怎么在这儿？王爷，您先把这东西拿开，咱们有什么话好好说。别动！说实话，本王没耐心听你编。你这人怎么不识好人心啊！我辛辛苦苦把你从江里捞上来，又给你治伤，守了你一夜，你知恩不图报就算了，还一醒就喊打喊杀，到底还有没有良心？你自己看看，我把唯一一件披风都给你盖了，我自己冻了一晚上。是吗？你自己想想清楚，我要想害你，你昨晚就死了，还能等到现在？王爷要是不怕忘恩负义的名声传出去，不怕下半辈子良心不安，夜夜梦见我这个冤魂索命，就赶紧动手吧。哼，好啊，我这就送苏尔姑娘一程。等，王爷别，我这都是跟您闹着玩的。王爷英明神武，心胸宽广，怎么会跟我一个小女子计较呢？对吧？本王也闹着玩的。你伤那么重，起来干什么？这伤位置似乎有些熟悉。这伤是王爷在江里被石头撞的，您不知道，我捞您上来的时候，您身上好几处淤青呢，估计是顺着江水冲下来时磕磕碰碰弄的，万幸没伤着骨头。王爷您伤得重，千万别再乱动了。我的丫鬟梨子天没亮就跑去城里给您请大夫了，应该很快就能回来。王爷渴了吧？饿不饿？您先在这儿好好歇着，我出去给您找点干净的水和吃的。怎么，我是什么洪水猛兽吗？你跟那沈昭野在一起的时候，怎么不见？看来自己脑子真的伤得不轻，莫名其妙说这些做什么？剑创极深，几乎透体，幸而被及时缝合起来，才不至于失血而亡。至于剑上的毒，看来那老东西炼的辟毒丸倒还真有几分用处，连鸠羽青都能解。若不是动手前提前服药，纵使剑使肉势偏了半次，
鸠雨清的毒性也足以让这场以假乱真的假死弄假成真。苏软，你又在干什么？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赶紧滚下来！本王可不是沈昭仪，你要是真摔下来，本王可没那份闲心去接你。王爷怎么知道沈小将？怎么知道我之前从树上掉下来过？本王知道的可不止这一件，还想听听别的吗？不用了，王爷英明神武，算无余怯，知道什么都是应该的。爬那么高干什么？梨子天没亮就去找大夫了，这都快1整天了，就算爬都该爬回来了。我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所以站高点，想看看能不能瞧见点踪迹。结果呢？什么也没看到。王爷你已经能走路了，烧退了，应该是没事了。那行，王爷您既然已经无碍了，咱们就此分开吧，我得找梨子去。不过就是个丫鬟，丢就丢了，待本王回了王府，再陪你几个更伶俐的便是。不愧是冷血大反派，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丫鬟的命就不是命吗？那可是梨子啊，她是我在这个世界醒来后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真心对我好的人。丢她，姑奶奶先把你丢了。又在心里骂本王什么？王爷说笑了，我哪敢啊！梨子从小跟我一起长大，也是我把她带出苏府的，我不能不管她。不许去！为什么？您养您的伤，我找我的丫鬟，咱们互不耽误啊！本王在此消息绝不能泄露出去，所以在本王的事情办完之前，你不许离开。我苏软发誓，绝不将王爷的行踪泄半分，否则天打雷劈，不得好死。你这样满嘴谎话的女人，在本王这儿可没有一点信用可言。王爷这话说的，我什么时候骗过您？那行，那我不走了。张嘴！哦，你给我吃了什么？3尸丸，剧毒，7天之内，若没有我的解药，就会肠穿肚烂，痛苦而死。敢跑，你就死定了。燕晨，你这个疯子王八蛋！你恩将仇报，你不得好死！早知道就该让你烂在江里喂鱼。梨子啊，梨子，你可千万要好好的。你家姑娘我现在是彻底跑不掉了，只能靠你自己回来了。怎么还没消息？夫人，怎么样？外头有消息吗？老奴让人拿着二姑娘的电话巷，把城里大大小小的客栈、茶肆，但凡能落脚的地方都问遍了，没见着二姑娘的影子。姨母，夫人仔细身子，您都2天没合眼了，这样熬下去怎么受得住？这孽障到底跑哪儿去了？她一个姑娘家身上又没带多少银钱，这深更半夜的，若是遇上歹人……夫人，眼下这情形，光靠咱们府上的人怕是难找了，要不咱们报官吧，让京兆尹的人帮着找，总比咱们这样瞎子摸象强。不能报官，软软是个姑娘家，她这一走本就够让人磨舌根的了。若再大张旗鼓的报官，让满京城都知道辅国大将军府的嫡女夜半失踪，她往后还怎么做人？她才16岁，这名声要是坏了，她这辈子就毁了。姨母先别急，方才我又去花朝阁仔细看过一遍，屋子里整整齐齐，没有打斗挣扎的痕迹。衣柜里衣裳少了几件，妆砚里少的几件首饰也都是便于携带的细软。离家出走，他为什么要走？我那日是凶了他几句，可那也是为他好啊。他既带了银钱衣物，便是有所准备，想必一时半会儿不会让自己陷入绝境。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不是乱，而是稳。嬷嬷，劳烦您再吩咐下去，让人悄悄去码头、车马行，甚至城外那几个大集市打听打听。软软既然要走，总得雇车乘船，这些地方才最可能留下踪迹。姨母先喝口茶，暖暖身子。姨母，
姨丈是不是快回来了？对，你姨丈，前日他来信说已经到户筹了，算日子，再过3、4天就该进京了。我这就给他写信，让他尽快赶回来。他手里那些亲兵都是在边关真刀真枪历练出来的，找起人来比咱们府上的府兵强100倍。软软，你到底在哪儿？算算时间，魏峰应该也按计划带着昭王遇刺身亡的消息，大张旗鼓地回了京城。只是不知我那好侄儿听闻此讯，是会真心实意地掉2滴眼泪，还是会迫不及待地清洗朝堂，将本王留下的势力连根拔起。还跟我闹上脾气了，不想盖着睡，难不成想我抱着睡？你那丫头叫什么来着？干嘛？不知道名字怎么让人帮你找？真的，你肯帮我找她？所以到底叫什么名字？梨子，她叫梨子。我就知道，王爷您看着冷，其实心肠最软最好了，一看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怎么会真的不管我的丫头呢？可是，在这荒郊野外的，怎么让人去找呢？您的人能找到这儿吗？这是信鸽，真是好大的鸽子啊！信幽，那种蠢物也配和本王的掠影比？行，就你的破鸟最厉害，天下第一，无所匹敌，行了吧？去找块布来。这行吗？王爷，您怎知此处靠近临安镇的？你不是说你们从城南码头出发，顺水而行，约2个时辰后跳水逃生？依当时水速估算，2个时辰顺流而下，约莫走了40里水路。沿此段江流两岸推算，距离最近的便是临安镇。难怪在原著里，他能以1人之力搅得钱庄天翻地覆，与他为敌，一定是一件很恐怖的事。王爷真厉害，那梨子去找大夫，肯定也是去了最近的临安镇。快让您的人帮着找找吧，他一个人又傻乎乎的，我实在担心。这下满意了？满意，特别满意。王爷您真是算无余策，心细如发，体恤下情。去吧。拜托，一定要找到梨子。可以睡了。睡，困死了。蠢女人。好了，走吧。去哪儿？临安镇。不去找你那傻丫头了。找，王爷您慢点，小心脚下伤口还疼不疼？要不我背着您。那个，早上就吃了个野果，不顶乐。先住下，吃点东西。好嘞。2位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住店，要2间房。2间？2位这是小两口闹别扭了？不是，我们不是那种关系。哦，姑娘，小两口闹别扭，床头吵架床尾和，开1间房正好说说话，把误会解开就行，何必分房睡伤感情呢？最近咱们镇子上不太平，有采花大盗出没，您2位要是分开住，万一那采花贼半夜摸进您屋里，您说那可怎么办？掌柜的，多谢您的好意，不过我们真的不是那种关系，还是开2间房吧。至于采花贼，他要是敢来一个我打一个，来2个我揍一双，就当为民除害了。听他的。得嘞，2楼左转，天字1号和2号房，2间相对着的，2位请。这是夜明珠，客官，这小店小本经营实在找不开啊，您看还有没有别？不用找，多的送1桌饭菜上来，再送2套成衣。王爷，你疯了！我有银子，你那夜明珠一看就价值连城，拿去当房费多亏啊！不是说跟我不是那种关系吗？既如此，苏二姑娘又替本王省什么钱？我这哪是帮你省钱，我这是替你心疼钱啊，大哥！姑娘，您的热水和衣裳送来了。姑娘瞧瞧，这料子虽比不上您身上这件，但在咱们临安镇已是顶好的了。有劳掌柜了。终于活过来了。外面是谁？说话！燕城开门！王爷，救我！怎么了？有采花贼，刚才就在我房间外边，好可怕！王爷，
贼？你不是说不怕吗？还说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揍一双。那是我吹牛的，王爷，我真的害怕，求你别赶我走，我们就是那种关系，我不管，我今晚就要待在这儿，哪儿也不去。客官，出什么事了？我方才好像听到姑娘惊叫。好看吗？小的什么都没看见，真的什么都没看见。爷饶命啊，饶命啊！滚！你要干什么？你说呢？现在给你2个选择：一，跟我睡；二，回你房间跟采花贼睡。总比面对不知是人是鬼的采花贼强。来吧。睡吧。就这样睡啊？哼，那你想怎样睡？就这样睡吧，挺好的。啊，你这个大色炮，你在期待什么？放心，本王对你这种小丫头根本没兴趣。什么小丫头？我才不是！该死，差一点就真的没忍住。原来他不想方设法躲着自己，不绞尽脑同我虚与为阳的时候，倒也挺顺眼的。王爷，进。王爷居然会让睡在自己床上，还是个才认识没2天的女人。别走，我害怕。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先出去，明日再说。是。麻烦鸡。燕尘呢？王爷放心，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临安镇内外眼线皆已肃清，回城的路线也已阐明，沿途布了暗哨，随时可以动身。现在下去，岂不是正好撞上他们商议正事？万一听到什么不该听的，在那站着干什么？滚下来用膳，待会儿要走了。要走，现在就走。那梨子怎么办？梨子还没找到呢。姑娘放心，人已经找到了。带进来。梨子，你们干嘛捆他？愣着干什么？赶紧给他解开啊！姑娘，姑娘，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真是吓死我了。好了好了，不哭了，都是我的错，我不该让你一个人去的。我知道你受委屈了，谁欺负你，姑娘我一定给你报仇，好不好？就是他，带着好多人突然冲出来把奴婢按住，奴婢还以为遇上山匪了，拼命挣扎，他们就把奴婢捆起来了。苏姑娘，属下并非有意为难这位姑娘，实在是没有法子。找到这位姑娘时，她死活不肯跟我们走，还抄起扁担追着属下打了半条街。属下怕动静太大，暴露王爷行踪，这才不得已暂时将她制住。谁让他们鬼鬼祟祟的，突然冒出来说要带奴婢走，谁知道是不是人贩子一伙的？姑娘您教过奴婢，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那你们也不该不给她吃东西啊！看看好好一个丫头都给饿脱相了。不是的，姑娘，他们给我送吃的来着，但我怕东西有毒没敢吃。算了，先跟我回房间去收拾收拾，再吃点东西。得罪谁也不能得罪苏二姑娘。慢点慢点，又没人跟你抢，先喝口水，别真噎着了。可算活过来了。对了，之前让你去找大夫，怎么一去就没影了？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奴婢那天走了一夜，天亮才到镇上，找着了个坐堂的老大夫。那老大夫一听是出诊，二话不说就收拾药箱跟着奴婢走。结果还没出镇子，远远就瞧见张嬷嬷正带着人到处找姑娘呢。这么快就找来了，然后呢？然后奴婢就慌了呀。奴婢想着张嬷嬷肯定是夫人派来的，要是让她看见奴婢不就全完了吗？所以奴婢就赶紧带着大夫往山里头绕，想从小路回山洞。可那山路七拐八绕的，黑灯瞎火又看不清，走着走着，结果绕来绕去，把自己给绕迷糊了。果然，这丫头办事10次有8妨要出岔子。
苏二姑娘，王爷让属下来问问，姑娘可收拾好了，可以准备启程了。差点忘了，还没找燕晨要解药呢。知道了，就来。梨子，你先慢慢吃着，吃饱了东西收一收，等我回来咱们就走。进。可以给我解药了吧？解药？本王什么时候说过会给你解药了？燕晨，你都已经和你那些手下接上头，准备回京城了，为什么还不给我解药？本王说过，等本王手头的事情办完，自然会给你解药。现在还不是时候。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得乖乖跟本王回京，等本王把事情办完。不行，我好不容易才从家里跑出来的，要是现在回去，不说以后插翅难飞，就是我母亲也会直接把我活剐了的。那本王就爱莫能助了，毕竟解药在本王手里。不过我可以给你找艘船，现在就送你去扬州，3天时间，快船嘉奖应该能到。这样的话，你在毒性发作之前，还能赶上吃今年扬州第1爬的黄花鱼，也算是不枉此生了。算你狠。苏二姑娘，半个时辰后启程。不妙，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王爷逗人家姑娘，关我什么事？没一个好东西，那就让你看看本王这个坏东西到底能有多坏。活该！我忍心了吧？这么轻，平日里都不吃饭的吗？这是哪儿？姑娘醒啦！这是哪儿？王爷在京郊的一个庄子，可大了。奴婢早上起来转了一圈，差点迷路。那王爷呢？这奴婢就不知道了，一早就没见着人影。魏峰大人也不在，只留了几个侍卫在外头候话，兴许是在忙什么大事儿吧。这会儿也没到造反的时候啊，还能有什么大事？要是他一直办不完呢？姑娘，你说，王爷是不是打算让您留下当王妃呀？你又胡说什么呢？姑娘，你不知道，昨晚你在马车上睡着了，王爷不许任何人吵你。后来车停了，还是王爷亲自把你抱回房间来的呢。王爷对你可真好，样貌好，身份高，对你又上心，比那沈小将军也不差什么。要不你就从了王爷得了。闭嘴闭嘴！什么王妃不王妃的，再乱说我缝了你的嘴，烦死了。王爷，见过虎吗？没见过。那本王带你去看。你慢点。别怕，这畜生虽凶，但被关了这么久，饿也饿得没脾气了。来，你喂。王爷，我可不可以不喂？怕什么？我教你。再近一点，他闻着味儿了。看看他的眼睛，像什么？我看不出。看着老实，努力缩着爪子装乖，但其实满肚子坏事。别动。你看，我说对了吧？看起来像是已经被驯服的大猫，其实依旧野性难驯，随时准备反咬一口。肉没了怎么办呢？这虎是本王当初亲自带人入深山猎来的，金贵得很，总不能让它饿着吧？不如就用你这只手来喂。王爷，您别开玩笑了。开玩笑？本王从不开玩笑。不要！王爷，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求王爷您明示，饶了我。我给你的令牌呢？什么令牌？还装傻？我想起来了，那令牌我赢是赢了，可离家出走的时候根本没带走，肯定还在苏府。是吗？那你说说看，这又是什么？谁？
陆都后，好久不见。陆都护，这么晚了，想去哪儿？王爷饶命！属下知罪，求王爷饶命！哦，陆都护何罪之有啊？属下误以为王爷遇刺身亡，心中悲痛惶恐，乱了方寸，未能及时派人寻找王爷下落，此乃失职大罪。看来陆都护并不知错在何处，提醒提醒他。陆都护得罪了。现在记起来了吗？王爷明鉴，知晓王爷去渡国寺之人不止属下一人，王爷为何独独怀疑我？知道我要去渡国寺的人确实不止你一个，但知道我那条路线的就你一个。属下，我给你贺渊、程荣之分别传了信，都说要去渡国寺，但出发时辰、途经路线是3条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圈套，属下万死也不足惜。但求王爷看在属下多年生入死的份上，饶过属下的家人。饶过他们？你可知，本王当年就是被先帝饶过，如今我那皇帝侄儿的头上才日日悬着一把利剑。如今我为刀俎，你为鱼肉，我又怎么会任由10年后的我自己头上也悬上这么一剑？王爷，苏府那边有动静了。哪儿来的？这枚司令果然出现在了陆七白的心腹萧齐卫秋叶手中。秋叶手持这枚司令，将王府内留守的200私兵召出城外，在段云崖附近设伏射杀。幸而老爷早有部署，只折了3个外围哨探。王爷，属下觉得苏二姑娘实在不像心机深沉之人，这司令之事会不会其中有什么误会？你何时认他当主子了？属下多嘴，请王爷责罚。苏软，如果从最初的误入寝殿，到江边的巧合合救，再到这枚恰到好处出现的司令，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局，那么你会死得比所有人都惨。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我真的不知道令牌的事。我离家出走的时候，连换媳妇都只带了2件，哪有功夫去管什么令牌？司令那么招摇，花朝宴上所有人都看见他归了我，谁若真动了心思想偷，不是易如反掌吗？不像撒谎，可这世上最会骗人的就是眼睛，嘴倒是挺硬。王爷，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真的没有。嘘，本王给过你机会解释，可你的解释太敷衍了。王爷，养不熟的畜生，杀了！是。伤到哪儿了？又没伤到，哭什么？我怎么就不能哭了？我招谁惹谁了啊？我就想离开那个家，找个地方好好活着。我有什么错？你偏偏不放过我，又是喂毒药，又要砍我的手，现在还差点被老虎吃了。早知道你是这么恩将仇报的人，我当初就该让你死在江里算了。闭嘴！行了，走吧。去哪儿？包扎呀，不然等着血流干吗？哦，站都站不稳，还哭那么大声。有本事别嘴硬，等哪天我把你按在地上砍手，扔进笼子里喂老虎，我看你腿软。哭什么？好了，别哭了，不疼的。骗人，这伤一看就很疼。幸好那一爪子没挠在我身上，不然我肯定痛死了。所以你哭成这样，不是因为担心我？不然呢？苏软，你这个女人到底有没有良心？我又怎么了？我是为了谁才受这么重的伤啊？是为了救你的小命，结果你就只想着你自己，只庆幸没伤在你身上。我疼不疼，死不死，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要不是你非要拉着我去看什么老虎，要不是你故意拿令牌的事吓唬我，拿刀比着我，我会吓得往后躲吗？
从头到尾都是你惹出来的事，现在你受了伤，倒全怪到我头上了，你分明是自作自受。滚！我自作自受，滚出去！你别动了，我好不容易才擦干净，血都快止住了，你看你又弄裂了。不用你管，滚出去！你以为我想管你啊？要不是解药还没拿到手，我巴不得离你远远的。你就算流血流到死，你看我管不管你？好了好了，我怎么会不关心你呢？若不是王爷您英勇无畏的替我挡那一下，我现在肯定一命呜呼了。王爷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计较了，让我先把血止住好不好？你能不能轻点？装什么装啊你？刚才跟老虎拼命的时候，胳膊都快被撕下来了，也没见你哼一声。现在上个药，轻轻碰一下就跟要了你命似的，矫情，狗男人！我轻点，我轻点，呼呼。好了，你捆粽子呢？我帮您再整整。行了，就这样吧。王爷，您现在该信我了吧？信你什么？就是那令牌的事儿，真不是我干的，我就是被人陷害的。像您这么英明神武、明察秋荒，肯定已经看出来了吧？不信。不过本王可以给你一个机会。什么机会？你不是说有人偷了令牌陷害你吗？那本王就给你1个月的时间，把这人找出来，带到本王面前。届时若你找不出这人来，这黑锅你得背，你这个人也得死。1个月？我连令牌什么时候丢的都不知道，这偌大一个苏府，让我上哪儿找去？王爷的意思是让我回苏府？不用等1个月了，您现在就把我杀了吧！我跑出来好几天了，就算您不杀我，我母亲也会杀了我的。早死晚死都是死，不如死您手里，好歹还能落个全尸。放心，本王既然让你回去，就自然有让你不落口舌回去的法子。什么法子？王爷，玉科郡主来了。玉科郡主，她怎么来了？去吧，接你的人来了，以后有什么信儿可以直接传给郡主，她知道，本王就知道了。原著里好像没提过燕尘和玉科郡主有什么特别关系，可听这语气，分明是完全信任他。难道燕尘从这么早开始就已经和镇北王暗中搭上线了？玉瑶回京为质，也是这盘棋里的一步。你脑子里又在想些什么？没想什么，王爷，您看我这都要回去给您当探子了。那30丸的解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给我呀？拿去吧。多谢王爷。这药只能延缓30丸药效发作的时间，刚好也是7天。你说什么？权宜之计罢了。像你这种满嘴谎话又没良心的女人，本王总得多提防这些才是。放心，只要你乖乖听话，时间一到，本王自会差人给你送药的。王爷，郡主那边。去吧。坏了！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可算回来了。我当那家伙把你藏庄子里金屋藏娇呢，结果就藏成这样。先收拾收拾，换身衣服吧。你这样，我可不敢带你回京去。我就说嘛，满京城这些贵女里头，论模样还是你酥软拔签儿，稍一收拾便能把人的眼睛晃花。那是自然，我若是皇帝，见了这帮角色，定不管不顾也要抢进宫里去当妃子，天天看着饭都能多吃2碗。呸，真不害臊！我这叫美而自知。好吧，我得修正一下方才的话。苏二姑娘不仅是满京城贵女里最好看的，性子也是最合我心意的。你怎么知道我脚的尺寸？也太合脚了。我可不知道，知道的是另有其人。今日从里到外这些，样样都是别人提前精心备好的，我只负责顺手给你捎来，再把你打扮漂亮带走。哼，他折腾我这么久，对我好点那也是应该的，我用着心安理得。好了，既已准备妥当，咱们就走吧。再拖下去，回城天可就黑了。那我这就去叫梨子。姑娘快尝尝，可香了。郡主也尝尝，这丫头别的不行，摆弄吃食倒是一把好手。确实好吃，只是这肉口感倒不像寻常的猪羊，是驴肉还是鹿肉？是老虎肉。酥软，你等着，总有一天
我要你跪在我面前，把给我的羞辱10倍100倍的还回来！姑娘，慌什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姑娘恕罪，奴婢有要紧事禀报。说这几日奴婢一直按姑娘的吩咐，悄悄守在辅国大将军府斜对面的茶坛上，盯紧了苏府的大门。然后那苏二姑娘自打花超宴回来，就跟缩进壳里的乌龟似的，再没露过面。连秦夫人府上送去的赏花帖子，都被苏府以各种理由给婉拒了。她当然没脸见人，凭她也配夺魁，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如今怕是躲在家里，生怕被人戳穿吧。怪就怪在这儿呢。张嬷嬷带着几个下人一趟趟出府，拿着卷画像，在城南码头、车马行那些三教九流扎堆的地方，偷偷打听一个年轻姑娘的下落。画像，你看清了？看清了。虽说奴婢只远远偷看了一眼，但瞧着那眉眼轮廓，至少有8分像苏二姑娘。一个尚未议亲的闺阁小姐，悄无声息的不见了踪影。苏府却不敢声张，只敢偷偷摸摸的找人。你说这是为什么？说明这苏二姑娘丢得不太光彩。苏家怕消息传出去，坏了苏二姑娘的名声，将来可就不好说亲了。不错，一个未出阁的贵女，悄无声息地失踪了几日，这其中的遐想空间可就太大了。遭了匪，与人私奔，无论哪一种，都足以让那个贱人万劫不复。我闭门不出这么多天，也该出去走走了。去备一份帖子，就说我久仰苏二姑娘诗才，今日特去府上讨教，再把平日与我相熟的陈氏常家、李尚书家那几位姑娘都一并请上，一同去苏府热闹热闹。姑娘高明，当着那么多有头有脸的姑娘面揭穿，这事儿可就捂不住了。苏府就算想编借口，也堵不住这么多张嘴。到时候苏二姑娘这名声可就真的臭了。既然知道，还不快去备车？是，奴婢这就去。苏软啊苏软，你让我在花朝宴上沦为笑柄，让我被父亲禁足受罚。今日我便要你尝尝什么叫身败名裂，什么叫永世不得翻身。你且好好等着。夫人，先擦把脸吧。还是没有消息，是不是？距京城方圆50里的客栈、民宅，甚至荒庙破涧，老奴都带着人悄悄寻遍了，没见着二姑娘的影子。她一个大活人，难道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夫人千万保重身子，老奴已让人再往外扩30里继续找，将军也日夜牵程往回赶，最迟明日便能抵京。夫人，乔姑娘来了。哪个乔姑娘？是御史大夫乔大官家的乔姑娘，说久仰二姑娘诗才，今日特来府上讨教诗词，还带了陈侍郎家、李尚书家、王翰林家好几位姑娘一同来的，此刻已经到二门了。夫人，这乔姑娘来的蹊跷，莫不是她从哪儿听说了二姑娘不在府中的消息，故意带着人来寻衅找茬？去，告诉乔姑娘，便说二姑娘昨日感染风寒，病体未愈，不便见客，请各位姑娘先到花亭奉茶，我稍后便去。夫人，不好了，奴婢照您的话回了乔姑娘，可乔姑娘却说二姑娘病了，她更要去看，还说今日正好借着探病的机会说开，奴婢实在拦不住，他们已经带着人往花朝阁那边去了。什么啊？快去花朝阁，绝不能让她在那儿闹起来，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几个人到花朝阁先拦着些，就说夫人即刻就到。诸位姑娘，我家二姑娘真的病了，实在是不宜吹风见客。春杏，好狗不挡道！哎呦，春杏，去敲门。软软染了风寒，这几日一直卧床静养，实在不宜见客，劳烦诸位姐妹跑这一趟。清河代软软谢过各位好意，诸位便请先回吧，待改日软软身子好了，再请各位过府一叙。玉姑娘这话说的，我们都到这儿了，哪有过门不入的道理？再说了，人多热闹，说不定我们进去和软妹妹一起说说话，她心里头一高兴，这病也就好了呢。乔姑娘，软软需要静养，还请体谅。玉姑娘3番2次阻拦，莫非软妹妹这病有什么蹊跷？还是说这屋子里压根儿就没人，所以才这般不敢让人看？乔姑娘，此处是辅国将军府的内院，您不听劝阻擅闯到此，难道乔大人平日里便是这般教导姑娘的吗？玉清河，你算个什么东西？不过一个父母双亡又寄人篱下的孤女，也配在本姑娘面前摆谱？滚开！住手！苏夫人，没事吧？姨母放心，我没事。乔姑娘今日这般兴师动众，带着这么多人闯我后院，到底想干什么？
我竟不知什么时候我辅国大将军府也归御史台管了。苏夫人何必如此疾言厉色？我只是听说阮妹妹病了，这才前来探望。可玉姑娘和苏夫人却百般拦着不让见。难道真如外面那些传言所说，阮妹妹她根本不是病了，而是与人私奔？乔静默，你可知慎言！苏夫人，并非我胡言乱语，而是如今市井之中早已传遍了，都说苏二姑娘与外男私奔。府上的张嬷嬷天天拿着画像，在码头、车马行那些地方偷偷寻人。本来我也是不信的，可今日见苏夫人与玉姑娘对我等这般严防死守，倒让我不得不信上几分了。乔姑娘如此信誓旦旦，是笃定了阮阮此刻不在这个房间里是吗？是又如何？既然如此，那便请乔姑娘一起进去看看。早该如此。但是有一句话，我须得说在前头：若阮阮果真不在房中，今日之事，我苏府自会查个水落石出，给诸位一个交代。可若阮阮好端端在房里养病，她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被诸位平白泼上一身私奔的脏水，这名声一旦污了，往后叫她如何自处？届时恐怕就要麻烦乔姑娘以及今日同来的诸位姑娘，随我去一趟御史台，将刚才那些市井传言当着乔大人的面好好分说分说了。静默，要不算了吧。是啊，静默，咱们还是回去吧，说不定苏二姑娘真在里头养病呢，咱们何必非要进去打扰？画像的事你果真看清了？奴婢不敢撒谎。好，我就跟玉姑娘赌这一回。乔姑娘，苏阮，你果然乔姑娘真是稀客呀，怎么今日有空来我这儿了？苏阮，你怎么会在这里？乔姑娘这话问的真有意思，这是我的闺房，我不在这儿该在哪儿？难不成真如外头那些不长眼的碎嘴子传的那样，跟什么外男私奔了？乔姑娘，你也瞧见了，阮阮她就好端端在房里养病，不知你方才信誓旦旦说她与人私编的纸背，可还有证据？怎么回事？姑娘，奴婢千真万确看到张嬷嬷拿着苏二姑娘的画像四处寻人啊，奴婢不敢撒谎，真的。这位姑娘说的莫不是前几日老奴带人去寻府中丫鬟秋娘的事？说来也是家丑，前几天管着夫人嫁妆钥匙的大丫头秋娘一时鬼迷心窍，趁夜偷了夫人一尊杨枝玉佛跑了。老奴怕事情闹大了影响府里名声，只能悄悄拿着那丫头的画像四处打听，没想到倒是让这位春杏姑娘误会了。都是老奴的不是，平白惹起些风言风语，险些害了姑娘的清白。这哪能怪嬷嬷，分明是有的眼睛脏，所以看什么东西都是脏的。乔姑娘今日不问青红皂白，便带人硬闯我闺房，散布不实之言，险些坏了我和苏府的名声。这笔账该怎么算呢？方才我与几位姑娘在门外说得很清楚，若证明乔姑娘所言不过是空穴来风，便都与我一同去御史台，请乔大人亲自评评这其中的是非曲正。乔姑娘，请吧。去御史台？不关我们的事啊！是乔姐姐非说要来向苏二姑娘讨教诗词的。对，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难怪你躲在房里迟迟不开门，原来是藏了人。苏阮，那被子里藏的是谁？是不是你的私下好友？放肆！连本郡主你也敢拉拉扯扯，当真是活腻了不成？玉科郡主，怎么会是他？参见郡主，郡主怎么在这儿？本郡主在哪儿，在做什么？还需要跟你乔大小姐上书请示吗？巧了，郡主也是听说我病了，才特意赶来看我。谁知乔姑娘就带着人闯进来，又是要搜屋子，又是要掀我被子捉奸什么的。怎么，郡主不过是乏了，在我这儿小萃片刻，也碍着乔姑娘的眼了？也得被安一个私藏外男的罪名。来人！郡主，方才本郡主似乎听见这几位姑娘兴致勃勃，要去御史台说道说道，你便陪着走一趟吧，务必亲自将人送到御史台乔大人面前，把今日所见所闻原原本本禀报清楚，也顺便问问
他女儿带着人硬闯郡主休息之处，该当何罪？是。郡主恕罪啊！是我错了，是我有眼无珠，冒犯了郡主和苏二小姐，还请郡主大人大量，饶了我这一回吧！郡主饶了我们吧！带走吧。跪下！母亲，姨母，软软她才刚回来，身子怕是还虚着，有什么事不如先回屋再说。这几日去哪儿了？苏夫人息怒，此事说来都是玉琪的不是。我初到京城也无知交好友，那日花朝宴上与软软一见如故，便没顾上礼数，擅作主张接了软软去我府上暂住几日，想着与她多亲近亲近，没来得及跟夫人知唤一声，让夫人担心了。夫人若要怪，便怪我吧。郡主快快请起，这如何使得？夫人，我这性子在边关也惯了，行事没个章法，真不能怪软软。姨母，幸而如今软软平安无恙的回来了，这便是最大的幸事了。既然郡主开口，今日就算了。起来吧，看吧，我厉害吧？这事儿怕是没那么好糊弄过去。把人带去祠堂。母亲，您方才不是都答应郡主，说这事儿就此算了吗？怎么还……算了？怎么算？你知不知道这几天为了找你，我一宿一宿睡不着，都快把这京城翻个底儿豁了，就怕你出什么事。你倒好，轻飘飘一句算了，就想把这几天的混账事接过去。我真的是和郡主……别拿郡主来糊弄我。玉科郡主是什么身份？她若真想接你过府小住，大可堂堂正正下帖子，光明正大派车马来接，何须让你深更半夜带着个丫鬟一声不吭的翻墙出走？又怎么会一连几天连个口信都不晓得传回来？你真当我会由着你骗？软软她年纪小，这才行事莽撞了些，如今人既已回来，您便消消气，好好再教导着就是。清河，你不必替他说话，他这不是一时贪玩，他这是拿自己的性命，拿苏府满门的颜面在胡闹。今日若非郡主恰好在此，若非张嬷嬷机警编出秋娘偷盗的由头，任由乔金墨带着人硬闯进来，当众揭穿他根本不在府中，你知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私奔的污名一旦坐实，他这辈子就毁了，苏家也会沦为全京珠的笑柄。母亲，你别叫我母亲，这次我若轻轻放过你，下次指不定你还能闹出什么更大的祸事来。所以今日这顿家法，休想就此逃过去。没事吧？这是苏明熙，原主那个常年跟着父亲苏秦待在边关，一年见不了几次面的兄长，那挡在自己面前这个，应该就是原主父亲辅国大将军的苏秦了。将军，继儿，你们怎么这时候到了？信里不是说至少要等到明日午间吗？哎呦，夫人，你下手可真够重的，痛死为夫了。走。站住！你们给我回来！夫人且慢，你先别追了，先帮我看看我这胳膊，是不是骨头给你抽断了？怎么一阵阵钻心的疼啊？好疼好疼！你就会护着那小孽障，你到底知不知道他这次闯了多大的祸？夫人消消气，消消气，不就是小孩子贪玩，跑出去野了几天吗？我瞧着软软这不是全虚全伪的回来了，也没少块肉，不打紧的。还不打紧？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莫名其妙失踪好几天，这叫不打紧？你是在边关待久了，脑子里也全灌满风沙了。夫人教训的是，这丫头确实是无法无天，实在该骂，也该狠狠教训。待会儿我就去找她，我亲自骂她，把她骂得狗血淋头，哭得稀里哗啦，让她再也不敢犯浑，好不好？不过夫人，你先帮我看看这伤呗，我是真疼啊！你瞧瞧，都肿起来老高了，战场上挨一刀也没这么疼啊！活该，一点皮肉伤而已，待会儿让张嬷嬷拿药酒给你揉一揉，散散瘀就好了。那夫人帮我揉。哎呦，我这胳膊是真抬不起来了，夫人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你说你都多大年纪了，就不能正经点儿，
清河还在这儿呢。多大年纪不也是你夫君吗？受了伤自然要你管。回房再说。姑娘，你没事吧？夫人打你哪儿了？疼不疼？严不严重啊？没事，没打着我。多亏父亲和哥哥来得及时。哼，有你家大爷在，怎么可能有事儿？喏，拿着。啊，大爷，这是……自然是赏你的。多亏你这小丫头机灵，知道跑去给我和爹报信儿，才免了软软今日受苦。多谢大爷赏。没想到啊，梨子，关键时候还知道跑去搬救兵呢，真是我的好丫头。那可不，虽说奴婢脑子不大聪明，但关键时刻可从不掉垫子。就知道夸你的好丫头，不知道夸夸你的好哥哥。若不是我和爹及时赶到，就你这小身板，非给娘打个半死不可。哼，好，好，好，多谢我的好哥哥出手相救，大恩大德，莫齿难忘。这还差不多。对了，我这次回来给你带了好多好东西，都是关外才有的稀罕玩意儿，保准你喜欢。哎，慢点，慢点。东西全在我屋呢，进来看看。这都是你带回来的？那可不，来来来，试试这个。好看，西域那边的姑娘都这样打扮，我一瞧着便觉得适合你。还有这个，你瞧。不倒翁？对，就是叫这个，好玩吧？我第一眼瞧见就觉得有趣，想着你肯定会喜欢。这些都是给我的，是不是太少了？哎，都怪爹，我本来还带了好多好多东西呢，什么波萨地毯、和田木雕，还有一对活蹦乱跳的小狐狸。结果他非说马车拉不动，死活不准我带。你是没看见，那对狐狸可好看了，火红火红的毛跟团火似的。软软，你别不高兴，等下次哥再去关外，一定给你多多的带，好不好？我不是嫌少，我是想问哪些是给表姐的。清河？哎呦，这还真忘了。算了算了，清河有母亲疼着，什么好东西没有。她性子又静，估计也不喜欢这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他把我放在玉清河里头，想都没想。想什么呢？是不是真的不喜欢啊？那你告诉哥你喜欢什么，哥下次……没有，喜欢，都很喜欢。我就说你肯定会喜欢的。梨子，在呢，姑娘有什么吩咐？待会儿叫人把东西都给我搬回花朝阁去，仔细着点，别碰坏了。好嘞，姑娘，奴婢这就去找人。哎呦，贺公子，都怪奴婢莽撞，没瞧见您过来，撞疼您了吧？实在对不住。无妨，是我自己没留神，不怪你。千言，没事吧？你这丫头怎么总毛毛躁躁的？千言前几日才受了伤，伤口再裂开怎么办？奴婢知错，可奴婢真不是故意的。好了，别吓他，我哪有那么娇气，一点皮肉伤罢了，早不碍事了。真没事，你去忙你的吧。贺千言，苏秦麾下副将贺廷章的独子，3年前西北一役，贺廷章为苏秦以身挡箭，战死沙场，临终前将妻儿托付。二姑娘，许久不见了。贺公子，方才听哥哥说贺公子此番出去受了伤，可好些了呢？有劳二姑娘挂心，一点小伤，将务几日便好。想必贺公子找哥哥有事相谈，我便不打扰了。行，你先回去吧。晚上我让厨房做你爱吃的桂花糯米藕，还想吃什么，遣人来告诉我。好。愣着干什么？进来啊！你身上伤还没好利索，别走站着。酥软，有意思。钱燕，站门口发什么呆呢？快进来，我给你看样好东西。来了。困死了。你怎么在这儿？你干什么？装什么？这又没别人。贺千言，你疯了！你先把衣服整理好，有话好好说，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这些伤
手啊！什么叫动手？苏软啊苏软，你这些年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尽快吧，我待会儿还有事。你先起来，我今天没心情，你先回去吧。没心情？你从前可从没有没心情的时候。你高兴了要折腾一番助兴，不高兴了更要拿我出气。我每次离开苏府，你要送行，回来后还要接风，哪一次不得满意了才罢休？今天居然会说没心情。我要是说我改邪归正了，你信吗？改邪归正？是啊，今日在铭记的院子里，你居然还关心我伤得重不重呢，真是和从前不一样了。苏软，你真的是苏软吗？他看出什么了？不可能，这种事说出来谁会信？贺千言，你这人是不是有病？不挨一顿打还不满意是吧？好，那我这就成全你，让你好好吃几鞭子。你背过身去。算了，管他有没有看出什么端倪，反正这具身子是真苏软的，只要我咬死口不承认，他再怀疑也拿我没办法。随你怎么想怎么说，反正以后我不想打你了。你没事也别来招惹我，我这院子你更是一步也不许踏进，听到没有？你到底在……走，别杵在这儿碍我的眼！原主，你真是造孽呀！这都留下的什么烂摊子？除了玉清河，居然还有贺千言这么定时炸弹，真不知道到底还埋着多少我不知道的坑啊！苏软，不管你搞什么鬼，我一定会亲手将你碾死。真是疯了！我说祖宗，你又伤哪儿了？自打跟了你这个不省心的，老子真是一天安生日子都没有。你一连失踪几天，昨儿才顶着箭伤回来，肉都快烂完了，我费了多大劲儿才给你处理干净。我不过想着你伤势得用几味新鲜药材，今儿天没亮就上山去了。结果呢，我才刚踩了半篓子，就听说你又被老虎给咬了。你知不知道你那身子骨经得起这一而再再而三的瞎折腾吗？没什么大碍。没什么大碍，我看看。这谁给你包扎的？这手法是哪个庸心干的好事？魏峰那小子？不对呀，魏峰包扎疗伤向来利索的很，怎么会这么丑？赶紧拆了，老夫给你重新处理包扎一下。这绷带缠得松一扣紧一扣的，血都没止利索，万一化魔就难办了。不必了，就这样吧。什么？不用重新弄，这样挺好的。这还挺好。我看那老虎没咬着你胳膊，是把你脑子给吃了吧？小子，你告诉我，你现在清醒吗？还认得我是谁吗？发烧了？说了没事。不对，你很不对劲儿。这伤到底谁给你包的？哼！我回来的路上可听底下小子们说了啊，昨夜你往庄子里带回来一个姑娘，不仅亲自把人抱上床，还亲力亲为给她挑了衣裳首饰，连那鞋的尺寸都是你划定的。好家伙，我可头一次见你对一个女人上心。那姑娘什么来路？长得什么样？性子如何？是哪家的贵女？你很闲。我闲什么闲？我这是关心你的终生大事。你今年都20有1了，太子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都满院子乱跑了。上次给我的紫金丹还有没有？紫金丹？你不是最不喜欢这些温补调理的丹药吗？我体内那毒种的太深，再怎么温养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吃了也无甚用处。拿来逗逗小猫还行。小猫？我告诉你小子，紫金丹可金贵着呢，你敢暴殄天物，老子跟你没完。就剩这5颗了，你省着点用。你体内那毒，我这些年已陆陆续续变出了其中7种毒物，只剩最后2种摸不准是什么。再给我些时日，老夫一定能破解这奇毒，保你不死。不必强求，你只需尽力保我到大仇得报那一天就行。王爷，得，反正你也不乐意见我老头子，我也省得在这儿碍你的眼。老爷子要走了。哼，不走留这儿干什么？王爷，查得如何？苏二姑娘那边，属下让人仔细查过了，她确实痴恋沈小将军。此前，苏二姑娘隔3差5便托人往永安侯府递情诗，还曾数次等在沈小将军上下朝的必经之路上，扬言要嫁与他为妻。
这事儿一度在京城闺阁圈中传为谈词，闹得颇有些风雨。还有呢？还有，苏二姑娘与寄居在苏府的那位贺千系贺公子，似乎也有些牵扯。似乎？据安插在苏府的暗卫回报，贺千言时常于夜深潜入苏二姑娘所居的花朝阁，每次停留约莫1个时辰方出。且就在今日，贺千言刚随苏将军回府，入夜后不久，便又去了苏二姑娘府中，出来时衣衫略显不整。王爷，您的手。本王倒是小瞧了他，一个沈昭也还不够，还要勾着个寄人篱下的破牢妇，他就这么缺男人？王爷息怒，影卫离得远，又隔着门窗，并未看清屋内情形，未必就是……闭嘴！你胆敢再帮他多说一个字，本王现在就拔了你的舌头。他对沈昭也是不是也这样？那双不安分的手是不是也在别的男人身上摸来摸去？是不是也对谁都这样笑，这样闹，这样不知死活的撩拨？王爷，您的伤。滚开！酥软，太细了，好像一下就能捏断。捏断了，是不是就老实了？不会再满嘴谎话，不会再背着他与旁人牵扯，也不会再让他心烦意乱。烟尘，我冷，别走。你在叫谁？烟尘，我冷。麻烦精。好想轻轻唤醒他，看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用那双湿漉漉的眼睛望着自己，再软软的叫一声烟尘。苏冉，遇见我之前的事我都原谅你，但如果以后再被我发现你还敢背着我招惹别的男人，我会惩处他们，也会惩处你。睡吧。姑娘，该起了。出去。完了，王爷怎么在姑娘床上？他们昨晚，不对，说不定只是……这都吵不醒你，把你卖了都不知道。走了。怎么没声音了？不会又睡了吧？今日之事，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奴婢知道，奴婢嘴最严了，奴婢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不知道。姑娘，快醒醒！人走了，门都关严实了，吓死我了。其实我根本没睡着，昨夜我脑子乱糟糟的，翻来倒打到半夜，所以燕尘一进来我就察觉了。谁知道这疯子坐床边看了我半天，居然伸手掐住了我脖子。那一刻我魂都快飞了，只能灵机一动喊他的名字，装出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想让他心软。如果你还敢背着我招惹别的男人，我会剁了他们，也会剁了你。这人怎么跟个病娇似的？姑娘说什么？没什么。他走之前说什么了没有？就说让奴婢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行，不是来催我找令牌的就好。1个月，我还有1个月的时间。姑娘，您跟王爷昨晚那个了没有？哪个？就是那个呀，就是终生定亲后的私事呀。你脑子里整天都装的什么？可你们明明睡在一起，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总不能是盖着棉被纯聊天吧？没有。令牌的事必须尽快查清楚，找出那个小偷，拿到解药，然后赶紧跑。还知道来？还以为你跑出去野了一趟，连每日晨昏定血的规矩都忘了。辩解无用，不如闭嘴。行了，
孩子这不是回来了吗？大早上就别骂他了。吃饭吃饭，夫人快尝尝，这可是今早庄子上才送来的时蔬，鲜嫩着呢。喏，东街老字号的桂花糕和芸豆卷，你以前最爱吃的，我可是起了一大早特地去给你去买的，快尝尝。谢谢哥哥。继儿，我听说你这次从关外带了不少东西回来，都送到花朝阁去了。这个，娘，我清河也是你一同长大的妹妹，别厚此薄彼。母亲，哥哥的东西是送到我那儿了，但只是让我先帮着分拣一下，不是全给我的。今儿一早，我已经让院子里的丫鬟把东西都送到栽云阁去了，想来这会儿东西应该已经到了。还算你这个哥哥没白当，知道惦记着家里两个妹妹。娘说的是，这个表妹似乎真和从前那个只会处处与自己针锋相对的苏软不太一样了。过2日我要去寒山寺上香，你们兄妹3个便都随我一起去吧。寒山寺上香，原著里玉清河就是在这次寒山寺上香时与沈昭也偶遇的，我这个炮灰女配怎么能往前凑？母亲，我能不？不能，谁都可以不去，你必须去。魏峰，王爷，什么动静？苏二姑娘这几日一直在暗中查访令牌的下落，借着清点库房的名头，把院里上上下下查了个遍，连守夜的婆子都没放过。不过瞧那样子，似乎还没什么进展。那个姓贺的呢？回王爷，此人身世没什么问题，确实是贺廷昌的独子，3年前随苏晴入府，暂时并未发现他与什么可疑的人往来，平日也只是去书肆或茶楼，并无异常。你是故意气我是不是？属下不敢。王爷问的是贺千言，可他要听的又不是这些结果。难道贺千言自那夜之后再未进过苏二姑娘的房间？两人在府中也几乎没什么交集。苏二姑娘多在自己院中，偶有出门，并未与贺千言单独相处过。还好，猜对了。那女人说到底只有点小聪明，她身边那丫鬟更是脑子不好使。你让人盯着点儿，别让他们动静闹得太大，惊了本王要钓的鱼。王爷嘴上说着怕坏了钓鱼大计，可这话里话外分明是怕那位苏二姑娘查得太莽撞，把自己折进去，担心人家安危就直说嘛。你又在想什么？属下在想该如何安排人手。属下这就去安排人盯紧苏二姑娘那边，绝不会让她出一点岔子。什么叫不让她出一点岔子？王爷方才分明说的是别惊了鱼，怎么到自己嘴里就成了护着苏二姑娘安危了？哼，你如今倒很会揣度本王的心思。属下不敢。行了，退下吧。等等，明日让郡主来一趟，别惊动了人。是。已经又过去2天了，明里暗里查了个遍，连江喜房新来的小丫头都没放过，可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姑娘，贺公子和大爷出门了，去哪儿了？听前头的小厮说是去城东的马球场上，怎么也得午后才能回来呢。只剩贺家母子那边没去过，这不是瞌睡玉枕头吗？梨子，咱们去领风堂探望探望贺夫人。奇怪，伺候的人呢？怕是都躲懒去了吧？这地方偏僻，主子又不管事，下人们懈怠些也是常有的。贺夫人，贺夫人，梨子，赶快去请大夫来。好。这症状不像是中毒，倒像是心脏病。贺夫人，您能听见吗？贺夫人，您可千万撑住啊！还好，这贺夫人的手怎么这么糙？一个整日待在佛堂里念经的婉居妇人，手上怎么会有茧？姑娘，大夫来了。回姑娘，贺夫人这是心脉旧疾突发才导致的厥逆，劳修施针疏导便可。夫人既已转醒，便该是无大碍了。稍后老朽再开一副安神定聚、疏通心脉的方子，按时服用，静养几日即可。
有劳大夫。梨子，你跟大夫去抓药。是。贺伯母，您现在感觉怎么样？二姑娘，你怎么来了？我这……别动，别动。您方才心急犯了，身子还虚着呢，好好躺着休息。都是老毛病了，这些年时不时就要闹上一回，原以为忍忍就过去了，没想到这回竟会晕过去。多谢二姑娘为我劳心了。娘，我听说您晕倒了。老毛病罢了，多亏二姑娘来得及时，救了为娘一命。燕儿，你可要替为娘好好谢谢二姑娘才是。多谢苏二姑娘。贺公子客气，我也是凑巧来看望贺夫人，赶上了罢了。既然伯母已无大碍，我就先告辞了。燕儿，快替为娘好好送二姑娘出去。不用，我自己走就行。贺千言，你干什么？放开我！苏软，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什么都没干，你松手啊！你弄疼我！你若是想出气，我晚上自会去找你。你想怎么撒气都行，但是别动我娘，她什么都不知道，也受不起你苏二小姐的关照。贺千言，你是不是有病？我今天要是不来，你娘晕倒在佛堂里面都没人发现，你不感激也就罢了，还倒打一耙，说我要害她。贺千言，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是我救了你娘的命。按道理说，你现在应该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恭恭敬敬的叫我一声救命恩人。你疯了！我开玩笑的，谁让你真跪了？苏二姑娘何必如此？你想让我跪，我便跪，何须拿救命之恩说事？行了行了，你赶紧回去照顾你娘呢。你既不愿意看到我，我以后不来就是。她真的还是苏软吗？贺千叶，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连你也笑我。